如果你以为2026年只是日历翻到下一页，那你可能错过了一次足以改变整个人生轨迹的暗号。就在最近，一位以精准闻名的占星分析师在欧洲公开场合抛出一句话：2026年不是普通年份，它像一道门，一旦跨过去，世界的运行方式将彻底不同。这不是玄学口号，而是他在整理上百年周期与历史节点后得到的结论。他说，人类正站在一个每400年才会出现一次的交叉口，很多人到时候连自己为何不安都说不出来，却已经被时代推着往前走。这里是意识觉醒，记得按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影片。他回顾过去几年，提醒大家闭上眼，想一想2020年前的世界。那时我们担心的是经济放缓、房价压力、工作焦虑，但真正让人心底发凉的不是这些数字，而是这5年间因冲突与极端事件导致的平民伤亡突然大幅上升，几乎所有地区都在悄悄积累不稳定因子。世界没有变得更安全，只是大家被资讯轰炸的麻木了。当这种麻木成为常态，真正的转折就会在不经意间出现。他说自己在拆解2026年的星象结构时，看见了极为罕见的组合，那种感觉不是恐慌，而是熟悉。就像历史书里每一次大洗牌之前都会出现同样的信号，表面看似平静，底层却在重新排队，权力结构、经济秩序、技术浪潮全部在暗处移动。他特别强调，这不是某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整个体系开始松动的前兆。对于我们台湾的观众来说，这一段话格外刺耳，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开放、资讯最自由，同时也最容易被情绪牵动的社会。台湾人太习惯在风暴里保持乐观，却忘了真正的风险从来不是台面上的新闻，而是那些没人愿意多看一眼的时间节点。他点名2026年会出现3个需要特别留意的时间窗口，不是全年都紧张，而是会像3次敲门声，一次比一次急促。第一个时间点落在4月，尤其是下半个月，很多人对这种说法嗤之以鼻，但你若回顾过去几十年重大事件的分布，会发现春季本来就是社会情绪最容易翻转的阶段，天气回暖，资金重新流动，人们以为一切在复苏，却往往在这种转折中埋下导火线。第二个时间点在7月下旬，大约从7月中开始，持续到8月初。这段期间历来是金融与安全事件的高频窗口，因为它横跨财报季、政策空窗期与暑期人流高峰，市场最松懈，决策最迟缓，恰恰也是风险最容易被放大的时刻。第3个时间点落在11月中旬，很多人以为年底只剩节庆气氛，却忽略了几乎所有大规模重组与冲突升级都会选择在这个时间点之前布局，因为一旦跨入年末，整个系统的应变能力会明显下降。他没有用恐吓的语气，而是反问观众：你有没有发现，每一次世界大事都不是发生在我们最警惕的时候，而是在大家最疲惫、最想松一口气的时候。真正的危险不是事件本身，而是社会心理的防线早已被掏空。接着他话锋一转，说到一个被很多人忽略的层面：2026年不只是风险之年，同时也是突破之年，尤其是在医学与基础科学领域。他提到，过去5年，全球在医疗科技的投入已经翻倍，基因治疗、精准医学、人工智能辅助诊断已经从实验室走向真实临床。一旦这些技术在同一时间段成熟，带来的不是一项发明，而是一整个产业链的跃迁。这对台湾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引以为傲的医疗体系与工程人才将不再只是追赶者，而有机会成为区域里的关键节点。台湾最强的不是资源，而是系统整合能力。当世界开始重新洗牌，那些能把技术、制度与信任连在一起的地方，才是真正的赢家。但他也提醒，正因为机会巨大，波动也会更剧烈。技术越快，旧结构崩解的速度也越快。那些还停留在过去思维的人，会在2026年第一次清楚感受到自己已经被时代抛在后头。他最后说了一句话，很多人听了会不舒服，却无比真实。他说，占星的意义不是预言灾难，而是训练社会的心理韧性。只有当大众提前知道某些时间点必须提高警觉，恐慌才不会成为主角。
当集体不再被情绪牵着走，极端事件的破坏力就会自然下降。他接着把话题拉回到一个更宏观的画面，说如果只盯着单一地区，其实会错过真正的线索。2026年的特殊不在于哪一个国家会出事，而在于整个世界同时走进一个新节奏。过去几十年，全球靠同一套经济引擎运转，资金自由流动，供应链跨越洲际。大家以为这种模式会永远持续，直到最近几年，一层一层的裂缝开始浮现，物流成本上升，能源结构吃紧，货币政策的分歧越来越大。这些看似零散的新闻，在它的周期模型里，其实早就排成一条清晰的轨迹。他形容2026年像一块转轴，所有力量会在这一年重新对齐，旧体系不会一夜消失，但会失去主导权，新体系也不会马上成熟，却已经开始接管舞台。很多人会在这一年第一次意识到，原来自己依赖的安全感早就不是来自银行存款或稳定工作，而是来自能否跟上节奏的能力。这段话对台湾人特别有感。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科技股狂飙，也承受过景气下滑，但整体而言，台湾社会始终保持着一种罕见的韧性。无论外部环境多动荡，岛内的生活节奏、医疗照护、科技实力依然能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区间。也正因为如此，他认为台湾在这波重置中反而具备优势，小而灵活，制度成熟，工程与医疗并重，只要方向对了，转身的速度会比想象中快。他说到这里，语气明显转为激动。他说，很多人对未来的想象还停留在危机框架，却忽略了每一次大重组本质上都是一次洗掉旧负担的机会。2026年对年轻世代而言，可能是第一次真正站上舞台的年份，不是靠背景，而是靠理解趋势，靠适应速度。然后他又把话题带回那3个时间窗口，提醒大家不要把它们当作灾难日期，而是当作社会情绪的试金石。4月看政策与市场的反应速度，7月看资本与技术的耐心，11月看集体心理的底线。哪一个环节先崩，就会揭露体系真正的脆弱点。他还特别提到，未来几年最容易被低估的不是金融风险，而是资讯失真。当世界进入高度不确定的阶段，人们会本能地寻找简单答案，谁能提供情绪出口，谁就能掌控话语权。这对台湾尤其重要，因为我们拥有最自由的资讯环境，却也因此更容易被情绪牵着走。他说，如果社会没有足够的判断力，再先进的科技也可能被用来放大恐惧，而不是解决问题。就在大家以为他要收尾时，他忽然抛出一个反差极大的观点。他说，2026年会是近几十年里最具创造力的一年，不是因为一切都顺利，而是因为阻力足够大。历史上所有重大科学突破几乎都诞生在混乱与压迫的夹缝中，当旧方法失效，人类才会被迫发明新路径。他举例，过去2年，全球在医疗科技与工程基础研究的投入已经创下新高，很多项目因为审慎与规范而被拖延，但一旦制度调整完成，积压的创新会在短时间内集中释放。到那时，大家会发现，原来我们担心的不是进步太慢，而是自己跟不上它的速度。最后，他用一种几乎温柔的语气收尾。他说，无论你信不信这些周期模型，2026年都会来，而且会比任何预期更真实。真正重要的不是它会带来什么，而是你准备带着什么样的心态走进去。恐惧只能让人停在原地，理解却能让人提前布局。他没有劝大家悲观，也没有鼓吹乐观，只留下一个问题给所有观众：等到世界的节奏真的改变，你是选择继续用旧地图找路，还是愿意承认新的方向其实已经在眼前？在影片最后的最后，他没有像多数分析者那样给出一堆结论，而是讲了一段看似离题的故事。他说，几年前他走访一个医疗研究中心，那里的科学家并不谈论未来市场，只谈论失败案例。他们告诉他，一个疗法在成功前往往已经失败过上百次，而真正决定胜负的不是资金，而是团队。在连续失败后，是否还能保持判断力？这段话当时听来平淡，却在他分析2026年的时候反复浮现。
他说，未来真正的分水岭不在于谁掌握最多资源，而在于谁能在不确定中保持清醒。这个时代的崩溃不再是轰然倒塌，而是慢慢失去共识。当共识消失，社会看似运作如常，内在却已经分裂成无数个互不理解的小世界。他把这个现象称为隐形风暴。新闻每天都有，但人们却越来越难判断什么才重要。正因为如此，他才一再强调时间窗口的概念，不是要大家紧张一整年，而是学会在关键时刻把注意力收回来。4月、7月、11月这3段时间会像3面镜子，照出体系里最真实的裂痕。对台湾来说，这面镜子尤其清晰。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数位化的社会，资讯更新速度极快，社会议题切换更快。今天的热门话题，明天就被新的情绪盖过去。长期来看，这种节奏会削弱社会对深层风险的感知力。他说，如果台湾能够在这几年培养一种新的公共素养，不急着下判断，愿意多问一个为什么，那么我们会在这波重置里站得非常稳。他说到这里，特别点出一个常被忽略的事实：台湾在过去几十年累积的不是资本规模，而是系统能力。从半导体到医疗，从供应链到公共卫生，我们擅长把复杂问题拆解成可执行的步骤。这种能力在稳定时期看不出价值，一旦进入高波动阶段，就会成为最大的护城河。他提醒，2026年最危险的不是外在事件，而是内部耗损。当社会把全部精力放在争论谁对谁错，真正的结构调整就会在无人注意的情况下完成。等到大家回过神，才发现位置已经被别人占走。因此，他最后的讯息不是预警，而是一种邀请，邀请所有人重新理解风险这个词。风险不是要你退缩，而是提醒你提早换鞋。你不能用昨天的步伐走明天的路，这不是悲观，这是现实。影片在一句话中结束，他说，2026年不会问你准备好了没有，它只会检验你是否愿意改变。对很多人来说，那一年只是数字，对少数人来说，却是一道决定一生方向的分水岭。他最后沉默了几秒，然后说，其实真正让他不安的，从来不是星象，而是人类对未知的态度。每一次历史巨变前，总有人拼命寻找确定感，想要一个明确答案，想知道该买什么，该避开什么，该相信谁。可现实是，当世界进入重置阶段，唯一确定的事情就是过去有效的方法会逐一失灵。他说，如果你回头看20年前，没有人会想到今天的工作形态、医疗模式、资讯环境会变成这样。可当年那些改变都是在一片杂音中悄悄成型。2026年也会如此，不会轰然一声巨响，而是让你在某个清晨突然发现，原本理所当然的一切已经换了逻辑。他语气一转，点出一个被忽略的机会。台湾在这个时代的价值不只是地理位置，而是一种罕见的社会气质。我们懂得在压力中求生存，也习惯在不确定里找方法。这种能力不是写在报告里的，却是最难被复制的资源。当世界重新洗牌，这种气质会成为最稳固的底盘。最后，他给出一句像祝福又像提醒的话，别等到风暴来临才学会站稳，真正的准备是在平静时就开始调整节奏。2026年只是一个标记，真正的转变其实从现在这一刻就已经启动。等你意识到世界不再照旧运行时，希望你不是慌乱，而是带着一种久违的清醒走进那个全新的时代。他说，当你把所有线索串在一起，就会明白2026年并不是终点，而是一场长跑的发令枪。很多人会在那一年第一次真正意识到，原来自己过去坚持的安全感可能只是惯性。惯性一旦失效，人就会被迫面对一个问题：我究竟在为谁而活？是在复制旧路径，还是在为自己开路？他提醒大家，不要把这场转变想成灾难，因为灾难意味着结束，而这一切更像是一场升级。旧系统的崩塌是为了腾出空间，让新的结构生长。对台湾而言，这是一场关于成熟的考验。我们已经不再是只能跟随风向的小角色，
而是有能力在风向改变时重新定义自己的位置。影片的最后，他没有再谈星象，也没有再谈风险，只留下一个极其简单却难以回答的问题：等到世界真的换了一套规则，你是继续用昨天的答案解释今天，还是愿意承认真正的未来其实已经悄悄来到你的身边？如果你此刻心里有一点不安，那其实不是坏事，因为真正危险的从来不是变化，而是毫无感觉。2026年不会带着标签走向你，它只会在某个再普通不过的日子里，让你发现世界已经换了一个频率。到那一刻，希望你记得今天这一段话，不是为了恐惧，而是为了清醒。清醒地看见时代正在移动，清醒地判断什么该留下，什么该放下。等到浪潮真的涌来，你不是被推着走，而是已经站在浪头之上，